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室友委婉提醒我女友是个拜金女，我愤怒维护，隔天却亲眼看到女友挽着富二代的手上了豪车。我找何思思对峙，她却说不想再跟着我吃苦了。可是她不知道的是，她上的那台车是我爸的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苏嘉文，你和你那个女朋友最近怎么样？分手没？刚进屋就看到合租室友潘潮站在冰箱前，顺手就朝我递来一听冰可乐。我皱了皱眉，有些不悦，却也没表现出来。去你大爷的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我和思思好着呢，那你可得小心点了。你那位女朋友可不是什么好货色，我瞅着挺能花的。潘潮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眼里似乎有些担忧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和何思思恋爱3年，她可是我捧在心尖上的人，我容不得别人说她半句。听到潘潮这么说，我当即发了火，极力地维护着思思。我和何思思是大学校友，她比我小1届，就读的是舞蹈系，长相甜美可人。我们相识3年，恋爱3年。3年期间，虽然何思思总是让我给她买这买那，但是女孩子嘛，爱漂亮很正常。何况何思思总能哄得我神魂颠倒，让我心甘情愿。我省吃俭用，每日奔走在各种兼职中，就是为了能给思思更好的生活。只是最近我忙着找工作，思思忙着准备舞蹈社团的活动，我们的联系少了点。但是我对她还是放心的，毕竟她当初追我时曾对我说过，我就是她一生认定的人。冲完凉，我给思思发去信息，等了很久也没见回信，我就点开了她的朋友圈，这才发现思思的朋友圈最近发的有些频繁。从前都是1个月偶尔发个2、3次，每次都是我带她去吃大餐的时候会发。现在看她的朋友圈几乎1天1条，每条内容都是各种网红店打卡的照片。看到这，我忽然想起下午潘潮和我说的话，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。这时微信响起，是思思回信了：哥哥，我这2天忙着社团活动，快要累死了，刚刚洗了澡就睡着了。看到信息，悬着的那颗心放了下来，怕他太累，我连忙发信息让他赶紧休息。第2天中午，我从面试公司大厦出来，远远地看见一个苗条的背影，有些熟悉，尤其是他挎着的那只包，很眼熟，像极了思思生日缠着我给她买的那只 LV， 那可是我打了4份工攒下来的钱给她买的。这时迎面开来一辆迈巴赫，车子缓缓在女孩面前停下，车上下来一位个子不高、有些胖的男人。女孩一看到男人就开心地扑进了男人怀中，男人笑的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。男人拥着女孩打开了车门，女孩转身准备坐进副驾驶。这时我才看清那女孩的长相，这不正是我那每天说着好忙好忙的女朋友何思思吗？我脑瓜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控制不住地跑了过去，拉住了何思思的手。何思思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，在看清来人是我后，当即脸色沉了下去。你怎么在这？我咬着牙愤怒地看着他，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何思思被我抓的手腕有些疼，死命地挣扎着，奈何男女悬殊过大。你放开他！哪里来的毛头小子，敢当着我的面动我的人？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，那胖子猛地推了我一把，我脚步不稳，松开了手，勉强站住。苏文清，既然你看到了，我也就不装了。张哥有钱有权，跟着他我一辈子都会活在金字塔尖，而你呢？
你能给我什么？我不想再跟着你吃苦了，你走吧，给自己留点脸面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女人，明明那么熟悉，却又那么陌生。我愣神之际，何思思转身和男人上了车，车门关闭，男人炫耀般猛地一脚油门开了出去。望着车子离开的方向，我才发现这辆车的车牌号有些熟悉，这不就是我爸那台闲置已久的车吗？车牌是我的生日，我叫苏文钦，是黑白通吃百年企业唯一的继承人。我不喜欢经商，也讨厌家里人的控制，更是为了躲避家族联姻，所以高考那年不顾家里人反对，报考了自己喜欢的学校。僵持了1年后，好不容易家里人妥协了，关系缓和了不少，却在我和思思恋爱后又急剧下降。和所有豪门电视剧一般，我家里人强烈反对何思思踏入苏家大门，一头扎进了爱情漩涡里的我为了爱情奋不顾身。我选择了脱离苏家，我爸更是一气之下断了我所有经济来源，联合4大家族对我进行了封杀，不准任何人资助我。我也是个倔骨头，靠着自己咬牙坚持了下来。我以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最难的时候，我一天打3份工，早上早起送牛奶，中午去餐厅打临时工洗盘子，晚上去酒吧当酒保。日子虽然苦，但是只要一想到我身后还有思思等着我去呵护，我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动力和信心。我和何思思是在大2那年新生见面会上认识的。我是学生会副主席，负责活动策划。何思思当天报名的是独舞，只是上台前何思思的舞蹈服不知道被谁意外泼上了水，根本穿不了。看着她一个小姑娘泪眼婆娑不知所措的样子，我于心不忍，当时就联系了我姐，找人给我送了一套过来，没想到因此与她结缘。此后何思思对我展开了猛烈进攻，我人生的前19年都是在家人的掌控中度过，身边的朋友都是世家子弟，懂分寸知礼节。第一次碰到这样阳光明媚张扬的女孩，我一点点沦陷。我一直在规划着我们的未来，我把力所能及最好的都捧到了她的面前，最后换来的确是这样的结果。我当然不甘心，也不能接受何思思面具下居然是这种人。我通过何思思闺蜜的朋友圈知道她们今天在某餐厅有聚会，便赶了过去。到了餐厅才发现，这家餐厅正是苏氏旗下的。经理认得我，小时候经常和家人在这里聚餐。这家餐厅消费不低，不是何思思这样子的学生妹消费得起的。根据我的描述，经理很快就将何思思所在的包间告诉了我。刚到包间门口，就听到何思思闺蜜的声音传来：“思思，你真的和苏文钦吹了？他都已经发现了张哥的存在了。”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吹就吹了呗，反正现在已经有张哥了。何思思满不在意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。这个苏文钦可是不可多得的傻子，对你掏心掏肺，你们在一起都3年了，你可真舍得。当初我是看他给我送的演出服是大师定制，以为他是个隐藏富2代。没想到和他耗了那么久，才发现他就是个一穷二白的傻小子。和他在一起，我能换来什么？我已经浪费了3年青春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牢牢抓住张哥这棵摇钱树。他可是苏氏总裁的侄子。何思思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扎在我的心口上，我的心也彻底凉了下去。这不是白天那个穷小子吗？身后传来一声讥讽，我回头一看，何思思口中的那位张哥正站在我身后。
屋内的何思思和她闺蜜听到声音也走了出来。你怎么在这？你跟踪我？何思思惊讶地说道，然后站到了张哥旁边。小鸟依人，你别多想，我只是恰好路过。我知道自己的谎言有多拙劣，却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借口。毕竟我真的是来找他的，只是现在他的答案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路过？你也太能扯了，难不成是白天面试失败，这会想来这餐厅打工来了？张哥搂着何思思，满脸的不屑，一脸的横肉，笑起来更是堆成了一道道难看的褶子。你看不起谁呢？我怒气上涌，扬起脖子，一步上前，扯住了张哥的衣领。有本事你往这儿打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家底能赔。张哥挑衅的把脸凑了过来，都少说两句吧。思思，既然你和苏文清都分了，那大家好聚好散，大家都是校友，闹得太难看了，面子上也过不去。这时思思闺蜜跳出来打圆场，我火气下去了几分，恢复了理智，松开了手。张哥颇有几分得意，只要他向我道歉，今天这事我看在思思的面子上，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他一马。否则今天他别想走出餐厅大门一步。我脸冷了下来，看了眼从始至终无动于衷的何思思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有什么本事，能让我踏不出这道门。张哥见状就要掏出手机来，何思思也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了，连忙拉住了张哥的手。哥哥，别生气嘛，他就一个刚出社会的愣头小子，你和他计较什么吗？再说了，我和他还是校友来着，他要是出去乱造谣，你也不想我以后在学校难做人吧？何思思甜甜的声音瞬间抚慰的张哥心花怒放，瞥了我一眼，今天看在思思的面子上就放过你了，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。何思思也立马附和道，苏文清，你赶紧走吧，以后咱们也别再见面了，你也别缠着我了。你知道张哥是什么人吗？你得罪了他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何思思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的真面目居然如此的丑陋，令人作呕。我嫌恶地看着眼前的女人，最后一点点爱意都消散无存了。我的话让一直被我捧在手心里的何思思面子上挂不住了，颤抖着手指向我。苏文清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知不知道张哥可是苏家的人，只要他动动手指头就能捏死你，让你滚出温室。我眉头一挑，哦，我倒真想看看他是怎么让我在世消失的。我们这边的动静有些大，又刚好是饭点，很快就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。被投诉后，经理赶了过来，一看到是我，连忙哈腰点头，恭敬地站在我身旁。苏公子，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需不需要我的帮忙？一看到经理过来了，何思思立马向他招手。经理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们这么大个餐厅，怎么什么人都敢放进来？还不快点把人赶出去，要不然小心我投诉你们。经理直接看了眼何思思和他身边的张哥，没有搭理，而是恭恭敬敬地站在我旁边，等着我的回答。我朝他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不过是踩到了一些脏东西罢了，你去忙你的吧，我自己会处理。得到了我的吩咐，经理立马去到了大厅，还顺便叫人搬来了屏风，把走廊这块挡了起来。经理这一操作直接惊呆了面前的三人，何思思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脸涨红，气得得跳脚。哎，你们餐厅怎么这样子？你知不知道站在我身边的人是谁？他可是你们苏氏。何思思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身旁的张哥捂住了嘴。低调点，你也知道我的身份，我也不想搞特殊，到时候传到我姑父耳朵里
可不好。何思思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，却还是不满地看向我。我不知道你跟这个餐厅的经理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警告你，你惹不起，张哥你更加惹不起，识相的就赶紧滚。我嘴角扯出一抹讥讽，我等着。回家的路上下起了小雨，把那些曾经爱情的火花冲洗得一干二净。但是何思思口中的那位张哥却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何思思说的苏氏应该就是我家，但是这位所谓的苏氏侄子，我这位苏氏继承人却从未听说过。不过他能开着我爸的车，那应该和我家有点关系。我掏出手机给我表姐打去电话，姐，求你帮我查个人。死小子，终于舍得给我打电话了，有事才想到我，平时都干嘛去了？电话那头的姐姐很不满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，却也答应了帮我查这位张哥。回到合租房已经是深夜了，客厅还亮着灯，潘朝正坐在沙发上打着游戏。见我呆呆的一个人坐在餐桌旁，打趣般的说道：“咋的啦？被抛弃了？还是面试又没过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应届生找工作本来就很难。你要是实在没钱了，这个月房租我先帮你垫着。男子汉的，至于为了这么点钱愁眉苦脸的吗？”想到昨天因为何思思吵架的事，我对他抱歉一笑。昨天错怪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潘朝一愣，不明所以，半晌后才反应过来。我去，你终于发现你那位小心肝是个不折不扣的拜金女了。我无奈地点了点头。你小子可以啊，回头是岸，为时不晚。我早就说那女人要不得，你看她成天找你，不是要这个就是要那个。就上回你省吃俭用打工送他那包，他转头发朋友圈对你是只字不提。还有2月前，我看见他在学校门口从一辆迈巴赫上下来，我问他那人是谁，他支支吾吾半天说是滴滴司机。你见过哪个滴滴司机摸人脸的？潘朝像是找到了发泄口，一直喋喋不休。原来他们那么早就勾搭上了，只有我像个傻子一样，还在为了我们的未来努力。这时我的手机响起，是老宅打来的电话。少爷，你快回来吧，老爷出事了。你干什么去？挂断电话，我想都没想就要往外冲，却被潘朝及时拉住。别拉我，我爸出事了，我要回家一趟。你怎么回？走着去吗？这里是郊区，可不好打车。我有车，我送你去。说着，潘朝拿着车钥匙就走。一路上，我都在担心我爸的身体状况，更是无比的自责，居然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拜金女而抛弃了自己的家人。老宅城南环岛别墅区，越靠近海边，潘朝就越疑惑：你确定你家住在这里，而不是城北那片城中村？你不会太着急搞糊涂了吧？我100%的确定。你别废话了，开快点。我懒得和他解释，我现在只想快点到家见到爸妈，我才能安心。开到苏宅门口，望着犹如城堡的苏家大宅，潘朝直接惊呆了，把车停在大门口，有些犯怵。你确定咱们要开进去，不会被赶出来吧？你爸在这里工作，要不然咱们走个后门吧。太高调了，会影响你爸以后工作吧？我没理他，朝门口的保安李叔挥了挥手。李叔一看到是我，立马朝我敬礼，急忙打开了大门。停好车后，潘朝别别扭扭地跟在我身后。我直奔大厅，管家早就在门口等着我了。一见到我，直接老泪纵横。少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少爷，卧槽，你居然是苏氏集团的少爷！潘朝终于反应了过来，一整个惊呆了，立在原地回不过神来。我顾不上那么多，直奔电梯。
坐上电梯上了6楼。一到6楼，就看到家庭医生陈医生提着医药箱在等电梯。陈叔，我爸他到底怎么了？严不严重？我抓着陈医生的手急切地问道。陈医生摇了摇头，说叹了口气：苏总常年劳累导致的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，再加上这场病情肺部感染比较严重，血压上升，情况不太乐观。那怎么办？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？我急忙追问。苏总现阶段需要的是好好休息，慢慢调理身体，再考虑做冠状旁路移植手术。一听到有治疗方案，我松了口气。紧接着，陈医生又叹了口气，我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。只是苏总担心公司运转情况，也没个人能接替他的位置，所以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安心调养。谁说没有人接替了？我难道不是人？我着急上火的直接越过陈医生，冲进了我爸的卧房。老头，你就安心养病，我会回到公司接替你的工作。撑起整个苏氏的，躺在床上吸着氧的爸爸欣慰地看着我，点了点头。儿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有你这句话，老爸就放心了。我妈直接感动的一把抱住我，哭得稀里哗啦。安抚好爸妈后，我下楼时才想起来潘朝还在我家。我到大厅时，潘朝正坐在沙发上左顾右盼，一看到我，直接两眼放光冲了过来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大兄弟，你告诉我，这一切不是在做梦吧？你真是苏氏集团独子。我郑重地点了点头，抱歉，之前对你隐瞒也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。潘朝大手一挥，哎呀，咱们兄弟两人还客套啥？你们豪门那套我都懂，兄弟我心知肚明。我看时间有点晚了，邀请潘朝留宿，他却不愿意。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。谁知道潘朝刚上车，车还没开出大门，他的老爷车就熄了火。潘朝一脸尴尬，兄弟，我可能真的要跟你借宿一宿了，车坏了。潘朝的车是他大学时期打工攒钱买的老破车，年限太长了，经常罢工。我直接领着潘朝去了地下车库，我家车多，你挑一辆开着先吧。潘朝看着一地库的豪车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嘴都快合不上了。我去，兄弟，你没逗我吧？你真让我开？我点了点头。潘朝是我大学室友兼唯一的好朋友，曾经在我因为舍不得吃饭啃馒头，只为给何思思买化妆品买包时慷慨解囊。潘朝走后，我正准备休息，却看到陈医生提着医药箱返回了苏宅。我担心我爸的病情反复，也跟了上去。陈医生上了6楼，直奔我爸的卧室。陈医生进门后门没关紧，虚掩着：“苏总，我想了想，还是觉得您应该把实情告诉文钦。”我爸猛地咳了几声，艰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告诉那小子干什么？他刚答应接管公司了，再告诉他这事岂不是让他徒增烦恼？他又不是医生，告诉他也没用。听到这，我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，预感不太妙。可是您这病余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您难道不想在剩下的日子里过完自己想要的生活？何况文钦也应该有知情权。听到这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冲了进去。陈叔，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您不是说我爸就是心脏病，只要养好身体，做个手术就行？现在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看到我闯进来，房间里的2人都吓了一跳。没什么，文钦，你赶紧去休息吧，我明天让秘书带你去公司熟悉情况。我爸急忙摆手示意我没事，我哪里肯信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陈叔。陈叔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苏总，
您不肯说，我来说。其实苏总得的是肺癌晚期，再加上心脏病突发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最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。陈叔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铁锤重击着我的脑子，我脑海里一片混乱，好像某根神经崩断了一样。这时我妈也跑了进来，泪流满面。儿子啊，你爸他没有时间了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你接收公司，步入婚姻，人生美满。我浑浑噩噩地回想起这么多年的自己，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的畜生，为了一个不值得的女人，错过了和自己家人的时光。看着两鬓白发苍苍虚弱躺在那里的老爸，我才发现他老了，不再是那位伟岸挺拔，总是将我护在身后的父亲了。他老了，他没有力气再和我吵了，没有力气再管着叛逆无知的我了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，实现他所有的心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去到了公司。之前和家里人断绝了关系，公司极少有人见过我，因为没有根基。我让秘书先不要声张我将接管公司的事情，而是先将公司的资料整理给我。我先熟悉情况先，资料太多，不知不觉看到了下午2点，肚子咕隆隆响起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没吃饭，就准备下楼随便吃点。一进电梯，手机信息响起，是表姐发来的。你让我打听的那人，我查到了，人叫张成胜，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，是咱们集团地产销售部的员工。他爸是你爸的司机张叔，因为在你家也挺多年了，忠心耿耿，所以才会破格录取的他。没想到他居然是张叔的儿子。想起张叔那张老实敦厚的脸，我实在很难将他和张成胜联系到一起。在楼下随便打包了一份快餐，就准备回去继续看资料。这时耳边传来一阵熟悉的嬉笑打闹声，扭头一看，居然是何思思和张成胜，两人也看到了我。何思思娇俏的笑脸立马变了，不屑地看过来我。你怎么在这？怎么哪儿都能碰到你？真是阴魂不散。张成胜搂着何思思露肩碎花短衣下露出来的那截腰，还故意当着我的面掐了一把。何思思当即羞红了脸，轻轻捶了张成胜一下。哥哥，你干嘛呢？讨厌死了，这还有外人在呢。张成胜不以为然。外人？哪里有人？我只看到一条狗而已。无聊，我没时间和他们好，老爸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至于这一对渣男贱女，留着以后慢慢收拾。谁知道两人根本没打算放过我。张成胜直接拦住了我的去路。你当这里是哪里？也是你一个穷小子能进的？何思思跟着附和。就是，苏文清，你看清楚了，这里可是苏氏集团100年家族企业。你再看看你自己，你以为你能到这里上班？别做梦了！你再看看你手上提的是什么东西？盒饭！你居然提着个盒饭来苏氏面试，你丢不丢人呐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。何思思，从前一切就当我眼瞎，只是以后你不要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就行。何思思听完，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，笑死人了。苏文清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张哥是苏氏的人了，你居然还敢跑来苏氏面试？你知不知道，只要张哥一句话，就能让你连苏氏的门都踏不进去，你又何必自取其辱？我刚准备反驳，却看到迎面走来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人，笑着拍手走来。女人穿着一身剪裁合身的水蓝色通勤装，脚踩一双黑色高跟鞋，气质卓然。我还想着今天来能不能约到你，没想到在门口就碰上了，可真是太巧了。
女人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满脸笑意。你又是谁？何思思不满被人横插一脚，更何况还是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女人。陆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张成胜率先反应过来，看清女人的脸后直接白了几个度，说话都有些结巴了。女人没有看他一眼，反而一直盯着我，有没有兴趣聊一聊？我看了眼张成胜瞬间怂下来的样子，意识到眼前的女人地位一定不低，点头答应了，然后朝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走吧。女人满意的笑了笑，正准备和我进旋转门时，突然停了下来，瞥了一眼何思思手里提的包。你这包挺不错。我这时才注意到何思思手里提的包居然是爱马仕，还是鳄鱼皮的。突然被夸，何思思有些得意的仰着头。那当然，这可是 Melody， 不是你们这些上班族能买得起的。今天能让你过眼福是你的福气。女人讥笑一声，没有说话。我却注意到此时的张成胜却已经紧张得满头大汗了。我带着那女人直接上了顶楼总裁办。你好，介绍一下，我是陆静，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。听到陆静的自我介绍后，我伸出去的手一正。陆静是4大家族陆家的长女，之前双方家长有意撮合我们2人，只是没想到阴差阳错下，现在才正式见到。不好意思，之前因为我的个人原因，现在才认识你。陆静不以为意的摆摆手，没事，当初不过是2家长辈的一厢情愿而已。但是现在我是来和你谈一桩生意，或者说合作。什么生意？听到生意2字，我来了兴趣。我今天听到家中长辈提及了你爸的病情，也了解了1、2。我知道你爸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你可以成家。陆静坐在沙发上，抬头看着我，眼神如炬，像星星一样闪亮。所以呢？我不明所以。所以，我可以帮你助你达成你爸的心愿，前提是你将城北兴元大道那块地的开发权让给我。不可能，婚姻又不是儿戏，怎么可以用来交易？我立马反对道。对于陆静的话，更是觉得荒唐。你可以考虑一下，这笔买卖稳赚不赔。我需要那块地，你需要达成你父亲的心愿。婚后大家达成一致，你仍旧是你，我仍旧是我，互不干涉。和我结婚，既能让你在苏氏短期内快速站稳脚跟，堵住董事会那帮人的嘴，更能让你弥补你这么多年对你父亲缺失的孝心，何乐而不为？陆静走之前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小苏总，我等你的回答。陆静走后，手中的资料我是一点儿也看不下去了，满脑子都是他那张胜券在握的脸。办公室内还残留着他独特的香水味道，就像他那妖艳般的脸一样，霸道又自信。晚上回到家，我爸似乎更虚弱了。我询问了一下佣人，今天父亲吃不下东西，全靠葡萄糖吊着。夜晚深思熟虑后，我掏出了手机，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张名片，拨通了电话。我答应你合作。电话那头的陆静沉默了半晌，才开口道：明天早上8点，民政局不见不散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仍旧觉得一切太不可思了。我一夜未眠，早早就赶到了约定地点。太阳冒头，阳光透过云层洒下，温馨又美好。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停在了我的面前，身穿一身红色连衣裙的陆静走下车来，红色很衬她，就像一朵迷人艳丽的曼陀罗，让人为之倾倒。从民政局拿着红本本出来时，我都还觉得一切都太不真实了，直到陆静的手挽上了我的胳膊。走吧，老公，
老公2个字直击我的大脑，让我失去了思考。待我反应过来时，陆静已经拉着我到了商场里了。站在珠宝店门口，我一脸懵逼，来这干嘛？陆静拉着我的手，俏皮一笑，当然是来买婚戒喽。毕竟咱们现在可是合法夫妻了，这点信物还是应该要有的。我跟着陆静走了进去，刚进门就听到何思思的声音传来。只见何思思趾高气扬地指着一名柜姐骂道：“我让你拿给我试试，就拿给我，什么东西？你知不知道我男朋友是谁？我男朋友可是苏氏集团的侄子，得罪我的下场是什么？你可想好了？”柜姐并没有理他，转头看到我和陆静后，笑脸迎了上来：“陆小姐，您可算来了。”陆静点了点头，坐在了沙发上。一名柜姐殷勤地给我们倒来了水后，又送来了点心。另一名柜姐直接从最里面的展示柜里拿出了一对戒指，送到了我们跟前。何思思看到这一幕，直接气炸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要试试你就百般阻拦，他一来你就屁颠屁颠端到他面前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这位女士，我已经再三跟您解释过了，这对戒指是陆小姐专门定制的，价格也不菲，要是磕着碰着了，我们大家都赔不起。”柜姐不耐烦地解释着。陆静没理她，反倒是直接拿起戒指套在了自己手上后，又把男戒戴在了我的手指上。苏文清，你什么意思？被我抛弃了以后，为了报复，我转头就投入了富婆的怀抱。何思思继续双眼通红，像是委屈，又像是不甘。以前的我就最是吃她这一套了。何思思，我和你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也希望你对我身边的人放尊重点。我冷声警告她：“陆小姐，你知不知你身边的这个男人是我不要了的垃圾？您身份不低，何必捡别人的东西用？”何思思双手抱胸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看着我。陆静听到这话后，脸色沉了下来，站起身来，啪一巴掌打在了何思思脸上。这一声又脆又响，整个空气都凝固了。何思思捂着脸，不可思议地呆在了原地。“你居然敢打我！”柜姐见状，连忙和其他同事把店门关了起来，挂上了暂停营业的牌子。店长更是直接将店内的监控关了。“打你就打你，还需要挑日子吗？如果你嘴巴再不给我放干净点，我不介意再赏你几巴掌。”陆静接过柜姐递过来的手帕，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自己的手，似乎刚刚碰了什么脏东西一般。“你知不知道我男朋友是谁？他可是苏氏集团总裁的亲侄子。你是陆家的人又如何？只要我男朋友一句话，就能让你们陆家关门大吉。”何思思发了疯般的大叫起来。陆静听到何思思的话后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哦，那我倒是很期待你男朋友来找我们陆家的麻烦呢。”眼看何思思想要冲上来打陆静，我急忙将陆静护在了怀中。“何思思，请你适可而止，否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”看着曾经跟在自己身后唯命是从的舔狗，现如今冷漠无情，何思思怒火攻心，却又孤立无援。“苏文清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过就是绑上了个有钱的女人而已。你等着瞧吧，等他玩腻了你，你的下场会很惨。”陆静从我怀里探出头来，亮起了自己的钻戒。“苏文清现在是我的丈夫了，除非他抛弃我，否则我们一辈子都会在一起。至于何小姐你出言对我的丈夫进行侮辱加诽谤，就等着接收律师函吧。”何思思听到这话，彻底败下阵来，落荒而逃。看到何思思已经离开，我连忙松开了怀中的女人。“抱歉，刚刚情急之下，迫不得已。”
陆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牵过我的手，没事。但是如果你再盯着何思思离开的方向看的话，我可是真的会生气了。我亲爱的老公，陆静无形之中的撩拨，就像是一根羽毛，挠得我心头发痒。回到家中，我就将自己和陆静领证的消息告诉了爸妈。爸妈比意料之中的还要高兴，当即就联系了陆家，商定婚礼事宜。我主张一切随简，父母却不同意，说人家好好一个闺女嫁进咱们苏家，该有的都得有，不能亏待了人家。婚礼就定在了2个礼拜后。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需要解决。我找到了张叔。张叔，你在我们家多少年了？18年了。张叔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。我们家待你不薄吧？我沉声问道。下一秒，年过50的张叔直接砰一声跪在了地上。少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偷拿夫人的东西，我也是被我那混蛋而已，逼得没办法了。我看着跪在自己脚底下的张叔，终究是心软了，让张成胜把东西还回来，从公司离职。这件事我就不再追究了。张叔连连答应，但是我等了1个礼拜，却也没见张叔将东西送还回来。让公司人事部查了一下，张成胜也并未离职，开除销售部的张成胜，并且在行业里永远封杀他。给过你机会了，你却不知道珍惜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当天晚上，张叔就又跪到了我跟前。少爷，我求求你，就放我儿子一条生路吧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看在我在苏家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。道德绑架，我却并不吃这一套了。张叔，你在我们家多年是没错，但是我们家给你报酬一直是同行业里给的最高的，包括这么多年的年终福利也都是很可观的。我们是雇佣关系，我付薪水，你付出劳力。我也给过你儿子机会了，他从我们家拿了多少东西出去，还需要我找人一一的清点吗？这几年他打着我们苏家的名号在外作威作福，您这个当父亲的不仅没有制止，还纵容。5天内不将偷盗的东西还回来，我将会报警。张叔彻底的绝望了，无力的瘫坐在地。我将张叔也一并开除了，并且以此来警告苏家的佣人有他新的下场。我以为此事已经完结了，没想到张成胜并没有死心，还生了报复之心。我和陆静的婚礼没有大张旗鼓，就只邀请了2边的亲朋好友。媒体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了消息，只知道陆家大小姐要结婚了，纷纷赶到了现场。无奈苏家只能出动大批保安维持现场秩序，因为过于混乱，居然让找来的何思思溜进了会场。司仪拿着戒指，正问到我是否愿意娶陆静小姐为妻时，何思思跑上了台。我不同意。全场一片哗然。我皱着眉，将陆静护在了身后。何思思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何思思目光越过我，投向了我身后的陆静。陆小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将要嫁的这个男人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就是个骗子，是个小偷。何思思，我终于忍无可忍的大吼：你看吧，他急了，他偷取苏家的东西拿出去变卖，还栽赃嫁祸给我男朋友。我男朋友可是苏总的亲侄子，他怎么可能偷东西？苏文清为了报复我，去偷了苏夫人的包，然后将我男朋友送我的包调换。何思思越说越激动，她甚至觉得自己当众揭穿我的恶行，让她有些得意。何小姐，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？众所周知，苏家没有什么所谓的侄子的存在，只有一位表小姐。
陆静冷静地从我身后走了出来。这时，我的表姐也从台下站了出来。对呀，我怎么不知道我爸在外头还有个儿子呢？这回轮到何思思懵了，他对张成胜的话一直坚信不疑。张成胜开着豪车，送他10几万的包眼都不眨，他从未怀疑过他的话的真实性。不可能，张哥怎么可能会骗我？苏文清，你就是想让张哥替你顶嘴来报复我。陆静看着疯魔了何思思，摇了摇头。何思思小姐，请你看清楚了，你口中所谓的穷小子苏文清，他是苏氏集团的独生子，苏家的事情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。何思思听完瞪大了双眼，彻底呆住了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苏家少爷？他不就是个穷小子吗？我却再也听不下去了。何思思，之前我对你一再容忍，是看在多年的情分上，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了。你今天扰乱我的婚礼，对我和苏家一再诋毁，更是连同他人窃取苏家财物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就等着警察来吧。何思思听完，整个人瘫坐在地，目光空洞无神。此时人群里冲来一道身影，寒光闪过，苏文清，你去死吧！还没看清是谁，就只见陆静猛地一抬腿，将人踹翻在地。张成胜倒在地上那一刻，保安冲了上来，快速将人按倒在地。何思思看到这一幕，彻底明白，自己一直深陷在张成胜的谎言里。警察到的那一刻，何思思突然抓住了我的裤腿。文清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都是张成胜那个骗子哄骗我的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你不是很爱我吗？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蹲下身去，何思思面露欣喜。我一点点抽出了自己裤腿。何小姐，我们现在是被告和原告的身份了，请你自重。何思思的目光一点点淡了下去，只剩下无尽的悔恨。婚礼被一场闹剧搅黄了，陆静却笑得没所谓，一场婚礼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却无比的抱歉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会补偿给你一场更盛大的婚礼的。陆静神秘一笑，我等着。接下来的日子我都很忙，公司接管的并不太顺利，但是好在有陆静的帮助，董事会那边并没有人敢真正的站出来反对。只是1个月、3个月的过去了，我却发现我爸的身体神奇般越来越好了。就在我还在感激上苍时，却无意间听到我爸和我妈的对话：老婆，你这招还真好使，谎称生病无药可救，儿子就乖乖回来继承公司，还顺利结了个婚。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可以彻底放手出去环游世界了？我冲了进去，一家3口面面相觑，一腔的怒火却不知道怎么发泄，毕竟是自己做错事情在先。那个儿子，我汤还在锅里炖着，我先去看看汤。我妈脚底生风跑得飞快，哎呦，我这个心脏疼啊！儿子你出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看着我爸拙劣的演技，我又好气又好笑，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原谅。夜晚我在陆静的房门前踱步着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突然房门打开，一身玫红色真丝睡裙的陆静出现在门口。她刚刚洗了澡，头发还有些湿，水珠顺着脸颊落下，无尽的诱惑。怎么了？我紧张地踹着手，还是一五一十的将我爸装病的事情告诉了他。陆静却温柔地看着我，轻轻地说了一句：我都知道。夜晚的星空明亮，未来的路途坦荡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